如果人类能移民到别的星球，会发生什么？1991年，8名科学家进入到了模式太空生活的生物圈2号中。这是极具开创性的实验，意味着人类将具备未来在其他星球生活的能力。最后，这项实验成功了吗？对于人类来说，虽然长期居住在地球上，但内心却一直渴望着地球以外能够居住的地方。可是，在宇宙中，从体积、质量、环境等各因素都和地球相同的星球，可以说是没有。就拿火星来说，连人类赖以生存的最简单的需求氧气都没有，即便人类对火星进行了改造又如何，照样不能生存。可是科学家们不信邪，非要逞能，准备在火星上建造一个穹顶之城。难道实验成功，人类真的能够在其他星球上生存了吗？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科学家们做了生物圈2号模式太空生活的实验。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里面都有，能够满足最基本的自给自足。生物圈模拟实验基地在一片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沙漠中，里面是完全封闭的结构，但其中包括了沙漠、海洋、雨林以及草原等。为了保证生态系统的稳定，生物圈里有很多动植物，而且实验者所需的食物和氧气也是充足的。换句话说，生物圈2号不过是在沙漠上修建了一个模拟地球，但它的内部是完全封闭的。氧气含量是不能和地球比较的，而且外界也不能随意进行补给。科学家们进行该实验的目的，就是打算未来某天可以在火星上建造一个类似的生态圈，以后地球住腻了，还能去火星上度个假。那么最后实验结果如何呢？这是一个由科学家建造的模拟地球，由4男4女科学家组成的实验团队，按原计划需要在生物圈2号生活2年的时间。进入该圈之后，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一切都需要自给自足。只有自己亲自种植和饲养，才有食物可以吃，在植物的光合作用下，才有足够呼吸的氧气，就连喝进肚子的水都是循环利用的。很可惜，该项实验最后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实验进行的第10天，就有一名科学家在使用打谷机的过程中切断了一根手指头。如此不幸的开始，也预示着该实验最后的失败。原计划2年才结束的实验，因为这名手指受伤的科学家不得不暂停。也正是如此，生物圈2号的大门开启，外界的某些东西跑了进去，打乱了原有的平衡。紧接着实验继续开启，没过多久，生物圈2号的二氧化碳浓度就超标了，维持人类正常生活的氧气开始不足。为了保障食物的充足，科学家们不得已忍耐着饥饿，因为氧气的制造需要依靠生物圈内的植物以及农作物。科学家们为了避免自己在里面窒息而死，只能放弃对于农作物的采摘。时间终于来到了1年后，生物圈2号的氧气含量已完全不足。如果继续耗下去，等待4男4女科学家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紧要关头，科学家们选择了外界的帮助，在圈内注入了大量的氧气。这也间接说明了一个问题：生物圈2号无法满足人类对于自给自足氧气的需求。在拥有大量氧气后，科学家们又开始出现了问题，长期生存在此的痛苦。于是8名科学家出现了分歧，一半人想要离开，最后大门被砸开，实验被迫结束。出来后，8人的身体健康都出现了大问题。而我国也曾这样做过模拟地球实验，最后也失败了吗？你觉得人类能移民到别的星球生活吗？2014年，我国也开始了一项名为月宫1号的实验。因为人们对于未来是否能够在太空生存的问题都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认为人类很难离开地球。而这次实验结果却和生物圈1号截然不同。第一批参加实验的大学生顺利完成了105天的封闭实验，他们不仅在模式空间中实现了自给自足，还用玉米虫制作了可口的面包。2017年，月宫1号迎来了第2批大学生试验者，这一次他们创造了最新纪录，在封闭空间自给自足生存了370天。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月宫1号中用自己种植的食物制作了饺子，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该实验证明，黄粉虫可以作为人类在太空中生活的重要蛋白质来源，不仅做法多样，做出来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后来，生物圈2号和月宫1号的实验被科学家们做了对比，总结了成功经验后，2013年该实验又重启了。虽然最后结果证明，人类如果转移到太空其他星球生活，建造一个合理的微型生物圈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能够满足人类多久的生存是未知的，人类何时才能完成星球移民也是未知的。最主要的是，如何在太空其他星球建造生物圈也是个问题。毕竟氧气、水源、土壤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不是太空生物圈能够长久供应的。实验看得见希望，
做不下去了可以暂停，可是一旦移民其他星球，可就按不了暂停键了。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